伊朗被炸的都怀疑人生了，好大个俄罗斯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常理，这个时候莫斯科应该有所动作，毕竟两国签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在2月18日，俄能源部部长还拍着胸脯说，没有人能破坏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关系。结果伊朗真的碰见了事情，俄罗斯除了声援几句，一点军事动作都没有。伊朗已经被炸成这样，为什么俄罗斯迟迟不出手？难道俄罗斯要放弃伊朗了吗？这几天俄罗斯的态度十分明朗，总结起来就是无军事介入、无条约兑现、无实质援助，口头安慰谴责一个不少，实事一件没有。2月28日空袭当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就紧急给伊朗外长打了个电话，公开谴责美伊军事行动，呼吁双方停火。3月1日，普京亲自给佩泽西奇扬发唁电，说哈梅内伊身亡是对人类道德准则和国际法的公然践踏。3月2日，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出来说，俄方正与伊朗领导层保持持续接触，并对局势发展深感失望。听起来挺够意思，对吧？但问题来了，然后呢？普京倒是紧急召开了联邦安全会议，但开完会之后什么决策都没出，俄军没动，运输机没起飞，舰队没出港，所谓的持续接触，说白了就是电话没挂，仅此而已。不过如果真要说俄罗斯没什么行动的话，那是有些冤枉俄罗斯了。俄罗斯真的行动了，只不过行动的方向跟伊朗期待的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往里送武器，而是往外接人。扎哈罗娃在3月4日的发布会上专门提了撤侨的事，说包括俄罗斯游客在内的数千人陷入了无法及时返回祖国的困境。俄外交部和驻外机构正在全天候工作，向俄公民通报局势变化，并组织新的航班。还特别感谢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为俄公民通过相应陆路边境从伊朗无障碍撤离所提供的援助。很多人会问，俄伊不是签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吗？的确签了，但是没什么用。这份条约于2025年1月签署，10月正式生效，有效期20年。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月5日还很坚定地表示，俄罗斯会严格遵守条约的所有条款。但仔细看这份条约的内容，涉及国防、反恐、能源、金融、工业、农业，听起来挺全，但最关键的一条呢？共同防御条款没有，军事联盟没有，承诺给伊朗提供军事援助还是没有。这份协议从头到尾就没说要互相保护，只承诺不给敌方提供援助。那问题来了，普京为什么不救伊朗？是真不救了，还是不想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救不了也不想救。先说救不了，乌克兰战场已经快把俄罗斯榨干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限制了莫斯科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早就改变了中东的力量平衡。这可不是客套话，是实打实的现状。俄罗斯军费从2021年的 3.6 万亿卢布飙升至2026年的 13.5 万亿卢布，增幅 275%， 占 GDP 比重从 3.6% 升至 7.1%， 已经吞噬了联邦预算近 40%。 国家福利基金从冲突爆发前的 14.8 万亿卢布骤降至2026年初的5万亿卢布，4年间消耗了近2/3，这还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普京倒是想办法填窟窿，2025年开始全面加税，个人所得税阶梯上调，企业所得税从 20% 提到 25%， 增值税从 18% 升到 20%。 今年又启动经济清理计划，目标是通过打击影子经济实现年增税1万亿卢布。说白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给战争买单。兵力和装备呢？俄军近100万兵力被牵制在乌克兰前线，坦克生产线还能保持每月90辆的产能，靠的是金融双轨制硬撑。在基准利率 18% 到 20% 的情况下，军工企业能拿到 5% 到 6% 的超低息贷款。但是这种打法能撑多久，谁心里都没底。这种状态，普京拿什么去救伊朗？从现在乌俄局势来看，就算德黑兰开口求助，普京也挤不出多少军事资源可调配。再说不想救，普京算得很清楚，救伊朗不如看着伊朗挨打。这话听起来冷血，但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现实。中东乱了对俄罗斯有好处，俄罗斯恐怕是美伊对伊朗战争里唯一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赢家。为什么？最关键的是油价涨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2027年的73美元一桶冲到3月2日的 82.37 美元，全球 20% 以上的石油天然气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封锁，油价还得涨。油价涨了，谁最高兴？当然是俄罗斯。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 45%。过去这一年，因为美欧制裁和价格上限，俄罗斯的油气收入跌得惨不忍睹。普京正愁着没钱打仗呢，结果伊朗那边一炸，油价直接起飞。当然，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制裁，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一直卖不上价，跟国际基准的布伦特相比，2月份平均每桶要打 26.5 美元的折扣。但即便如此，现在涨到60多美元一桶，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财政部2026年预算里假设的每桶59美元。
这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财政喘息，哪怕只是一口气，也足够普京在乌俄战场上多撑一阵子了。此外，美国被拖在中东，乌克兰那边压力就小了。美国越是聚焦波斯湾，对乌克兰的关注就越少，而乌克兰才是普京的优先事项。而且每一乘机对抗会消耗美国的关键弹药库存，包括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对抗无人机的火箭弹，弹药消耗直接冲击美国支持乌克兰的能力。泽连斯基自己也承认，中东局势发展会直接影响俄乌和平谈判。毕竟美国把更多的军事和外交资源投向中东，俄乌冲突的重要性就会下降，美国可能都没精力去准备三方会谈了。这对普京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本来3月5日到6日要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乌美俄三方会谈，现在因为没一动手，这场会谈被无限期推迟了。泽连斯基3月4日说，受中东局势影响，目前暂时没有举行三方会谈的迹象。佩斯科夫前一天也承认，新一轮会谈大概率没法在阿布扎比举行了。对俄罗斯来说，谈判推迟意味着有更多时间在前线调整部署，意味着不用急着在不利条件下做妥协。乌克兰官员之前还向记者透露，俄罗斯在谈判中已经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安全保障条款，这说明谈判本来是有进展的，甚至可能在往妥协的方向走。但现在好了，中东一战，普京可以暂时不用在谈判桌上让步了，因为压根儿就不谈了。再看看普京这几天在干嘛？3月2日，他连着给几个海湾国家领导人打电话，沙特王储、巴林国王、卡塔尔埃米尔、阿联酋总统，聊什么？聊俄罗斯愿意帮助稳定局势，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这就是在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调解人，一边维持与伊朗的关系，一边向海湾国家示好，两边下注，两边都不得罪。所以你看，伊朗被炸，俄罗斯可赚翻了，油价涨了，钱袋子鼓了，美国分心了，乌克兰压力小了，谈判搁置了，不用急着让步了，道义上还能站个队，在国际上刷一波存在感。唯一吃亏的是挨了炸，死了领袖，还得自己扛着反击的伊朗。所以伊朗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对于俄罗斯而言，伊朗从来不是伙伴，只是可利用的耗材。回头再看伊朗和俄罗斯这段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伊朗不是今天才被抛弃的，这场被抛弃的结局早就已经注定了。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回拨，2022年2月，俄乌战争刚爆发时，那时候的俄罗斯是什么状态？被美欧制裁封死，军工产能跟不上，前线炮弹不够用，精确制导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坦克被标枪导弹当靶子电，普京急需外援，这时候谁伸出了手？是伊朗。首先是战场上的支援，根据美欧情报部门的评估，从2022年开始，伊朗向俄罗斯输送了数以千计的歼者136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成本低、威力大，成了俄军空袭乌克兰基础设施的主力。光是2022年到2023年，俄罗斯就发射了至少4000架伊朗设计的无人机，不止无人机，还有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023年底到2024年，伊朗向俄罗斯交付了数百枚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合同金额超过40亿美元。其次是经济上的援助，面对美欧的制裁与封锁，伊朗主动向俄罗斯提出，可以利用伊朗的领土和港口，帮助俄罗斯维持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通道。伊朗自己在美欧制裁下活了40多年，早就练出了一套绕过制裁的生存法则，包括影子邮轮船队、地下钱庄、第三方中转贸易，这些经验全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俄罗斯。可以说，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伊朗的雪中送炭为俄罗斯添了不少助力。但问题是，伊朗押错了宝。到了2023年之后，情况变了，俄罗斯在达达斯坦的经济特区建起了无人机生产线，生产的见证者仿制品几乎和伊朗原版一模一样。俄罗斯不再需要伊朗的无人机了，因为它自己能造了，而且成本更低。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油气出口也在制裁中找到了新路，影子邮轮船队、新的买家网络、绕过美欧支付系统的渠道，这些都慢慢成型了。伊朗当初给俄罗斯指的路，俄罗斯已经走熟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朝鲜来了，带着100万发炮弹和11万士兵来了。2024年6月，普京访问平壤，签下的是实实在在的共同防御条约，那才是真金白银的军事同盟。根据基辅经济学院的报告，朝鲜如今占了俄罗斯爆炸物进口的58%。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估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弹药中50%来自朝鲜。相比之下，伊朗给俄罗斯的莫斯科已经不需要了。伊朗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直接断崖式下跌。到了2025年下半年，情况已经完全逆转。美国智库的分析报告写得很清楚，俄罗斯对伊朗的依赖已经过了峰值，伊朗对俄罗斯的需求却在持续上升。换句话说，伊朗的利用价值已经被榨干了。所以当伊朗面临战争，俄罗斯根本没有必要实打实的支援伊朗，伊朗早就不是 B 选项了。实际上，在俄罗斯的棋盘上，伊朗不是个例。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倒台，俄罗斯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基地易手，连一声像样的救援都没有。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被抓，俄罗斯同样只有谴责。现在只是轮到了伊朗而已，这就是俄罗斯的盟友逻辑：有用的时候和你称兄道弟，没用的时候任你自生自灭。伊朗不是第一个被抛弃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不救援伊朗还有什么原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